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越大的人越要重视咱们的脾胃，脾胃如果弱了，那你的身体接下来也会逐渐的变弱。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古人把脾胃称之为叫做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的重要性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重要的多，而且是年龄越大越能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咱们今天分两个层面给大家把脾胃讲清楚，有两个层面，一个叫浅层，一个叫深层。这两个层面全网几乎上来讲话，没有什么人给你讲得很明白，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得很透彻。浅层是什么？其实说来很简单，就是你能感知到的。比如说我们吃进去一个东西，然后过了4、5个小时一打嗝，它就是一股子味道。这个味道总是弥漫不去啊，散不去。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它的一个消化出了一些问题啊，没有办法很好的让它进入到下一层，所以它就一直堵在这儿。这样时间久了，你里面就会感觉到抽抽的、胀胀的，看东西没有食欲，吃东西吃不进去。特别是年龄越大的人，越会感觉到一些油腻的东西进不去。有的朋友还会有一些酸啊，这个酸啊越来越多，而且还往上反。这个有的这种感觉都叫做浅层。那么除了浅层以外，咱们还有一种叫做深层。深层其实说白了，说的更长远，就是古人的一种智慧。说什么呢？就是叫做气血生化之源。其实如果你的脾胃不好了，我们进去的东西走一圈它就出来，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很好的能量。那么我们身体啊运作，包括我们里面的一个运作，都是需要能量的。而这些能量是靠谁去供给的？就是靠着我们的脾胃。如果脾胃越来越弱，它没有办法把好的东西送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逐渐的，你的整个状态就会下来。所谓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你的气血啊，它的运行状态就会变弱，同时整个人会感觉到没有力气，你的免的一个力啊也会逐渐的下来。所以我们讲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脾胃弱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想把我们的脾胃养起来，非常的简单。首先第一件事，咱们在手上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就在于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它其实比我们很多人揉肚子要好得多。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这个位置，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的大拇指大鱼际的下方。你看在边上的这一排，我们只要把手指你看压上去以后，就这么跟着转，非常的简单。只要把手每天这样去转上一个3分钟、5分钟啊，大家刚开始跟着我做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里面咯噔咯噔的，或者是你感觉到里面有一些疼痛，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你的脾胃常年累积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你的脾胃里面堵着的一些点、一些经节就会慢慢的、逐渐的解开。所以呢，这张经络网它的一个结就在这儿，我们只要把它打开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每天跟着这样转一转就行了。啊，我们就这样转上3分钟到5分钟。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左手做完，把右手也做一做。啊，两个手可以左右交替去做，而且呢，时间点也是有讲究的。咱们很多人喜欢饭后揉腹，不用这样，我们饭后30分钟只要转手就可以了。你坚持做上一段时间，你自己能感觉到里面开始咕噜咕噜响，有的朋友开始打嗝了，有的朋友做完了以后就往厕所跑，这都是很正常的。咱们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动作。如果说第一个动作是一个解法，第二个动作就是一个加法，加的是哪里？直接加到我们的脾胃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脾胃也是需要一些能量的，这些能量能够把我们脾胃当中不好的，比如说一些水湿之气啊，给它赶走；一些寒冷的之气啊，给它赶走。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肚脐送进去的。所以呢，我接下来会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大家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去做。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肚脐贴啊，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起来。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桂圆肉1颗。桂圆肉给大家着重讲一下啊，什么叫做桂圆？干的叫做桂圆，把壳子给它剥去，然后把那个核给它剥去，这个就叫桂圆肉。鲜的它叫龙眼，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碎，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就把这个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同时
再取出2颗贴在咱们脚底的涌泉之上。为什么要贴脚底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寒从脚起。所以呢，脚底的涌泉也要把它贴上。我们每天晚上就贴上这3颗，然后睡醒了以后把它一撕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小看肚脐这里，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咱们以前小的时候，还是在肚子里面的时候，都是靠着这里粘出来的一个带子把好的东西送进去的。所以这个肚脐贴，其实我分享给很多人，很多人都尝试过了，都竖大拇指。大家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我们用这个小丸子，你去坚持用上749天，正负10天，用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的状态也起来了，脾胃状态也起来了。而且这个肚脐贴，咱们一定要记住，晚上的时候肚脐上面贴1颗，双脚脚底涌泉各贴1颗。其实这个肚脐贴我不仅分享给很多的人，我自己有段时间也在用。我用的时候，前面2到3天是没什么感觉的，直到第4天的时候，整个肚脐的这一圈发热，就像升起了一股小太阳一样，感觉暖洋洋的，非常的舒服。2个脚底贴完以后，脚底就像踩着小火苗上面一样，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肚脐贴，咱们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在这个时候用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感觉自己的脾胃状态不好，试用了很多方法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变，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先把手每天坚持做一做，再用上这个肚脐贴做好这个加法，2个方法加在一起，1+1大于2。只要你能够坚持去做上一段时间，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们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差、消化不好，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咱们说脾胃最怕2点第一点是经络不通，第2点是你不爱运动。如果你这2点都把它做好了，你的脾胃功能会得到一个质一般的一个飞跃，而且你整个脾胃消化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打开脾窦的大关，同时呢，还有能充分的运动到我们的身体，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非常的耐用结实，居家备上2把，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经络。第一个动作叫做小步健脾足三里。咱们用这个经络拍就拍打在我们的足三里的位置。有句话叫做肚腹3里流脾胃不好就找咱们足三里。来讲一下这个动作首先我们弯身弯腰以后呢，这个小腿来回的进行一个抖动，用我们的拍子敲打在足三里的位置快速的大家从侧面看一下快速的这个动作非常舒服，而且可以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全身上下的气血循环，而且通过运动加上疏通经络，打开了我们的脾胃第1道大关。我建议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1分钟为1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做完以后，很多人会反映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叫，也有朋友会感觉后背出汗、额头出汗，这些都是正常的。第2个动作呢，叫做通胆经强脾胃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呢，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动作了。怎么去做呢？身子一定要弯过来，像我这样弯过来，然后呢，拍子从我们的大腿外侧往上去敲，另一个拍子呢，就顺着我们身体腰部腰线往上走你看注意看我的手，这打开了以后，正好这个拍子能敲在我们的腋下，你看同时往上就这样去做。非常舒服，因为这个经络拍呢，它的这个质地和我们的手不同所以呢，它拍起来的感觉是更加的渗透力量可以渗透到我们深层的经络，把整个经络给打通这样的话呢，疏通了我们的胆经，也能强我们的一个脾胃我们侧面就这样去做然后另一侧给大家演示一下拍子拍在我们的大腿外侧这个手也是放在我们的你看腰线往上你看同时往上非常的舒服。你很多朋友他这个胆经不通你这个拍起来以后你会感觉里面很胀很酸，那我们就要多拍一会儿就这样去做。每天我们把这个动作从下到上走上一个10遍，左右腿都要做，而且记住敲打的时候这个动作速度不要过快，一定要缓慢而渗透。好了，我们再讲第3个动作。
第3个动作啊，是通过我们腰部来回的扭动，再加上拍子外在的一个深层刺激啊，打开我们整个肠胃道啊。那在这里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拍子，比如说，你看啊，我做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拍子在击打的一瞬间啊，它这个腹部啊一定要往里面收啊，一定要在你看拍的时候一定要往里面收一下啊。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找这个感觉，速度不用快，拍子也不要用力啊，把我们的臀部你看这样去晃。啊，来回的去晃，做一个迎击，拍子下来的时候，正好我们的腹部往前按，1、2、3、4、5、6、7、8啊，在拍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啊，这个拍下来的一瞬间，腹部要往内收，看收啊，是很有规律的啊，很有节奏的。拍的时候也不要很用力，轻轻的啊击打在我们的腹部。在这样来回动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腹部的用力，就是给我们整个肠胃道啊给它打开，做了一个深层的一个刺激。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啊，就是直截了当的啊去提升我们整个脾胃啊。我们就这样去做，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去数到100下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强脾胃促消化的动作咱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啊，提醒大家一下，经络拍啊，咱们最好选择2把，为什么呢？因为1把经络拍啊，咱们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而2把的经络拍就不一样了。它不仅啊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还能配合动作编排啊，发挥这个经络拍最大的一个功效。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以后啊，希望大家点赞一下，支持一下。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消化吸收差，吃完饭以后啊，总感觉肚子里面发胀。我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你放在饭后半个小时去做，不仅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同时呢，通过这个动作还可以调好我们的一个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啊变得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啊分为2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揉腹。说到揉腹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肚子胀的时候喜欢揉一下，但是大部分人的揉腹啊是不能够通达深层的。今天教大家的这个揉腹法，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首先，我们的揉腹法啊是有4个点，第一个点呢是放在我们的腹股沟啊，一般我们都是放在右下方的腹股沟，然后往上啊走到我们的肋骨，你摸到个硬硬的啊小骨头啊，往左再到我们的肋骨，再往下回到腹股沟。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正方形啊，正方形的一个揉腹啊。我们正常很多人揉腹啊，它是揉的是个圆形啊。我们正方形的揉腹呢，你可以试一下啊，看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做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啊也要跟着去动啊。你看做的时候，身体也要跟着去动，而不是单纯的靠手臂。这是靠手臂，这是靠我们的身体啊跟着去动啊。感觉啊是完全是2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再配合着呼吸。你看，在我们啊右半区的时候，我们是吸气；到我们的左半区的时候呢，我们是吐气。看，来吸、吐、吸、吐、吸、吐啊，按照这个顺序来。好，这个动作啊，大家先熟悉一下。当你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我们开始做脚上的动作啊。脚上的动作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你看，啊，配合脚上的动作一起做啊。为什么要带着我们的脚上动作呢？其实啊，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好，一定要注意，它不仅仅啊是一个揉腹的过程，它是一个要活通我们全身的气血、打通经络的过程。所以呢，你想要你的脾胃好、消化吸收好，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加上去。你看腿部的一个动作，啊，往上提，配合呼吸，吸、吐、吸、吐、吸、吐、吸、吐，按照这个呼吸啊去做。我们正常啊，饭后去做上一个40下到60下，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他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打嗝，有的朋友啊下面会放气啊，就是或者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啊，加快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蠕动，更好的促进了一个吸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学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专门分享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吃完饭以后你会做什么呢？很多人啊喜欢在饭后走走路、散散步啊，促进一下消化。同时啊，饭后散步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促进全身气血循环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最近观察到啊，小区里面散步的人啊，原先有很多，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天气太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出来。那么如果说不散步的话呢，很可能在家里面就坐着里面啊，看看手机，看看电视。这时候你会发现啊，脂肪啊无形之中啊就囤积了，而且对于我们整个肠胃的消化也是非常不利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啊，你不需要出门，只要在家里面吃完饭，等个30分钟以后，把这个动作做一做。不仅啊可以让我们全身气血循环啊增加啊代谢增加，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促进我们肠胃的一个消化啊，对于身体啊也非常的好。好了，我们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一定要把动作收藏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双手折叠放在我们的小腹上，然后踮起我们的脚尖，同时把我们的肩膀啊往上耸。大家注意看，1、2、3，我先把动作的演示啊给大家看一下，一会儿啊把这个里面的细节告诉大家。这个动作啊有很多的细节啊，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的脚尖和我们的肩膀啊是同时踮的啊，一个耸肩，一个踮脚。然后呢，在耸肩的同时，带动着我们的手啊去做一个啊逆时针的一个啊揉腹啊，就这样去做啊。同时呢，我们手放在我们腹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手是往内压下去啊，在往上提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里面的腹部收紧啊。你看，往内，腹部自己也要控制收紧，然后再下来啊，上啊，动作一定啊要保持一个匀速啊，千万不要做快了，做快了很多人这样做啊。这个做快了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只能达到一个促进气血循环，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消化啊。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慢啊，缓慢的向上，把动作做标准的，缓慢的而匀速的向上啊，就这样去做啊。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的控制住啊，我们手在画圆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腹部啊往内收紧啊，收腹啊放，收腹。好，放啊，就这样收腹放。我们这样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啊，你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啊，我们整个腹部这一块啊，感觉里面啊热热的、温温的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很多人做完以后，会明显的感觉额头和后背上面会排出一种细汗，这个汗排出来以后啊，身体上面会非常的通透啊，非常的畅快。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爱散步但是现在没有去散步的朋友，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饭后健胃消食，同时帮助我们锻炼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咱们呢生活节奏啊比较快，那么散步啊是相对而言啊一天当中比较慢节奏的一种运动方式啊。现在很多朋友啊喜欢选择散步，有的朋友呢喜欢早上起来啊散散步啊，促进一下肠胃的蠕动，也有的朋友呢喜欢晚饭吃完饭以后啊去小区里面啊溜达一圈。那咱们都知道啊，散步的好处非常多啊。第一个啊促进咱们气血循环，第二个啊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个蠕动性，第三个啊还能很好的缓解一天当中的压力。但是大家知道吗？关于道家啊，一些道士们他们也会选择饭后去散步，但是他的方法啊完全不一样。他们采用的叫做仙人逍遥步，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绝啊。这个仙人逍遥步啊，它首先啊它是一种非常优雅的散步方法，同时呢这个仙人逍遥步啊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窍门，经常练习以后啊能够帮助我们啊更好的促进肠胃蠕动，疏通我们全身的经络啊，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啊变得更好。所以呢，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道家的仙人逍遥步这个优雅的姿势啊，大家一定要学会，平常饭后做一做啊，对身体啊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我在侧面啊给大家演示一下仙人逍遥步这个动作呢，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的细节啊非常的多，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些细节，然后边看着视频边跟我练。好了，咱们怎么做呢？首先啊是单脚提起来啊，我们把一只脚提起来，记得我们在抬腿的同时啊，这个脚尖啊要使劲的往上勾啊，咱们的脚尖往上勾。好，
勾好了以后呢，咱们慢慢的把腿往前伸，脚尖往下压。啊，如果你能感觉到有些轻微拉筋的感觉啊，是更好的。好了，这个动作慢慢的变化，你看这个腿啊往后啊，咱们往后走，身体啊要往前。在这个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脚尖啊？这个腿在往后的时候，脚尖是往上勾的啊，往上勾啊，脚尖这个时候啊是处于勾的状态，身体是往前，然后慢慢的再屈腿，身体回到中立位，回。好，我们连贯的做一遍，脚尖往前，然后慢慢的脚尖往上勾，好，回，好，再来，一，好，脚尖往上勾，好，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啊，它在一动啊一拉之间啊就把咱们的经络啊给疏通了。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大伟，我看你做还有一些摇晃，那很多的中老年人他做不了怎么办？那没有关系啊，咱们旁边呢都有个柱子啊，我们可以一只手啊扶着这个柱子啊，咱们一只手啊就这样去做啊，它一样的啊，一样能达到很好的功效。咱们借着这个柱子啊，让我们的身体啊达到一个平衡啊，这个腿呢就来回的伸展啊。记住这个动作啊，它活动的3个关节，第一个是我们的髋关节，你看这个腿啊来回动。第二个呢，我们的膝关节啊，第3个啊，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脚踝啊，在这个脚踝活动之间，它每一个角度都拉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角度，就让我们的经络啊在慢慢的被疏通。我们都知道啊，人体的末梢，比如说我们的足部啊，这个气血很多人啊是流通不过去的。那我们在做这个仙人步的时候呢，就能很好的把这个经络给疏通，让气血啊更好的输送过去。同时呢，在我们抬腿和往后蹬的时候呢，又能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肠胃，促进一个肠胃的消化。所以呢，当我们的右腿做完了以后，咱们再练习左腿。比如说我们右腿做个10下到20下，然后左腿呢依然如此抬腿勾脚尖收腹，然后脚往下压然后慢慢的身子往前倾，脚尖往上勾，好，回到原位再来往下往上。再来回到原位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建议各位朋友刚开始练的时候，还是旁边找一些手可以扶着的地方保持咱们的一个平衡性。经常练平衡性好了，你就可以暂时不用去扶了。好了，这个动作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的视频的支持。那经常看我的视频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健康。那么大伟每天也会分享一条不一样的养生小视频，大家记得关注、收藏，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谢谢大家。